灵魂起床了。我是星际舰长，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我是观察员，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我是开灯姐姐，让我们开启神性与佛性。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一集也是来回答就是家人们在影片下面留言的问题。OK， 有个家人问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人在独自修炼，还是一群人一起修炼？如果是一个人修炼，其他人都是 NPC， 那就是自己要突破某个坎。那丰不丰盛算不算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如果是多人一起修炼，那当然丰盛就会是重要的议题了。但我一直很好奇，到底这世界是哪一种方式？哇，真的是蛮会问问题的，很深奥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像那个电影啊，那个叫什么？脱稿玩家有没有？它不是里面就是一个玩家跟 NPC 吗？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对。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你的世界我是你的 NPC， 对。但你在我的世界，你也是 NPC 啊。对，那你是你世界的主角，我是我世界的主角。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点多重时空是重叠在一起的，这样有没有很复杂？其实以多维度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三个人，我们现在都在这里拍片，我们都各在各自的世界啊。我们虽然有重叠，但是我从我的视角看，你就是 NPC 啊，你就是 NPC。对，其实没有错，就是以佛法来讲，也是我们投射出来的世界。为什么一念一世界？你的世界跟我世界，跟观察的世界，跟宝宝的世界，还有电视机，好老套啊！我要讲什么？电视机前面，是的，手机上面，这是影像版前代，影像版里面的，透露点你的啊！你是马妞是不是？你是什么主题？电视机前面的人，哎呦，笑到流泪。A few moments later， 就像我们其实以佛法角度来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念头就一个世界，我们看出去的角色不一样。其实我们现在三个人看起来，我们四个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那就是荧幕前面的家人们，如果一样在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世界，即使你们在这同时看到，其实我们都身处在不同世界，然后包含在这个当下，我们两个其实看出去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都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既是一个人，也是集体在运作，就是互为 NPC。但我们自己也是自己这个世界的主角。那我们再讲一个更深一点，你看，光我们身体里面就有多少的细胞？对啊，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意识。对，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意识哦，然后每一个它都是一个世界哦。所以为什么佛法会在讲3000大千世界，真的3000大千，我里面就70兆细胞，那70兆还70兆，然后每个细胞里面又不同的世界。对，所以其实我们是自己在玩这个创造这个世界，那也是集体在创造。而且不管他是说自己还是跟其他人一起丰盛的这个跟丰盛，就是不管哪里都是丰盛啊。对，因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自己，或者说你跟大家是一起玩这个游戏，你本质都是丰盛的，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我们在源头本来就是那个丰盛。那这个其实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个个别意识资料库，跟有一个共同意识资料库，就是这么讲好了，用云端来分享，好像比较我们会有一个云端硬碟。现在比如说现在的 GPT 是不是大家就共享资料的？对，那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资料？我们会输入上去，那我们输入上去，在某一个输入到这个云端里面，那所有人也可以抓得到我们的资料。对，所以其实是个别跟共同同时存在。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啊，如果你想要丰盛，你知道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共同意识资料库去抓你认为谁很丰盛的资料，去把它下载到你的系统当中。像世界首富啊，对，马斯克啊，还有谁？看你喜欢谁，真的很赏识赞叹他的，因为包含你要喜欢他的理念，比如说黄仁勋啊。你会去下载他的，可是有的人可能他会觉得，比如说李嘉诚，或者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可是像你看华伦巴菲特跟那个索罗斯，他们两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但索罗斯也很有钱，只是他是比较用竞争的那种方式。你喜欢这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他的资料库。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去下载，比如说那种真的很带着爱的意图，然后又是很丰盛人的资料到你的个别意识资料库里面。对。
可以下载哦，很酷。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剧本啊，或者说这个游戏里面，你玩自己的角色，玩自己的这个想体验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大家都怎样配合你演出的 NPC， 所以其实是不冲突、不影响的哦。但是不是说大家都是 NPC 就可以为所欲为，好吧？就是很多那个什么，就是那种一些比较暴力的游戏，他们就可以去对 NPC 可以怎么样啊什么的。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灵魂的这个角度去规划安排好的，然后你可以去创造你想要的这个，不管是丰盛也好，或者说你想体验的人事物这样子。因为其实宇宙是开源的，就是我们像现在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像 DeepSeek 啊，你就开源的，你就可以拿它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去写自己的程式跟这些部分。那有些其实宇宙其实是开源的，就是等于说它是所有都敞开打开的。那你要在那高频维度的或带着爱的意图，你要去下载那个资料，其实是比较容易下载下来的。那如果你带的意图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宇宙它也会知道。你要下载的时候，可能就那个频宽可能就没那么好。有的人可能download速度5G， 哇，对，马上就下载。有的人可能还在1G， 等你下载完，人家都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对，所以还是跟你的能量频率有关系，起心动念啊，那个意图。对，还有丰盛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会认为它是一个议题，就代表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没有那么丰盛。对，有可能是这样子。那我讲到丰盛，我们要讲的丰盛有很多的层面，它不是只是金钱而已，包含比如说你跟家庭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伴侣的关系、健康，这也都是。然后比如说灵性成长也是，所以丰盛很多人会以为只有金钱，但不是，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层面。包含比如说工作、事业，还有教育，它也都算是丰盛的一个部分。包含比如说艺术也是，就是各个层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之后来拍一个丰盛意识的，对，丰盛意识影片，对，可以，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说要拍这个丰盛意识，然后可以让你知道怎么去排名，甚至从你的丰盛意识里面去做显化。所以丰盛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议题，就代表你很专注聚焦在这个点上，那也是 OK 的。那如果你想要专注在丰盛，那你就可以去问自己，我怎么样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丰盛？那宇宙会给你更多丰盛，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很大的愿力，就是带着爱来服务这个世界跟奉献。他说没有吗？就是带着爱跟那个纯粹意图来奉献跟服务这个社会。他会一直摇头。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呢，这可能就呼应上一集讲的一件事，就是说灵魂的善与恶，刚刚在讲的那个类似这种。其实你仔细你脑海想一个画面，其实我们本来你从源头来想，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光，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源头，然后分散出不同的发光的小灵魂。那这些小灵魂呢，为了要学习一些什么，所以他们彼此约定好要剧本是什么。那些剧本其实在意识之海，意识的海洋里全部都具足。对，有丰盛的议题，有不丰盛的议题，有不好的议题，也有好的议题，其实都在这个意识的海洋里面。那这些灵魂要到我们三维世界的这个维度，它一定会经过这个海洋。他经过这海洋的时候，他要选的剧本跟议题就会粘附在他身上，这就是人家讲的，可能你的这一世的资料，然后你就占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来到这物质界。所以一开始你具有什么样的资料库，就是在你的那个海洋意识的海洋里面就抓下来，抓取。对，那也有人他有其他的意识，其他的丰盛的意识，比如说他一生下来，比如说他就像王永庆，他有如此丰盛的意识，所以他抓了这个资料，但是呢，这个资料它在意识的海洋，它 always 存在。所有的丰盛，所有的我们认知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个意识海洋里面。那这些都是谁创造？都是源头创造出来的。所以你其实就是那个源头。所以你其实拥有这全部的海洋。这就像佛法讲啦，你本质具足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你不只是那个所有的意识，你就是那个源头。这些意识海洋其实也是造物主最源头创造出来，让你们为了你们要体验用的。而且更直接来讲，其实这些都是源头要体验的。
其实是源头想要体验这些，所以才在那个大爆炸的瞬间分出这么多的小小的光、小小的粒子、小小的可能夸克，未来的科学家可能会讲更小分子，就是那很小的点，然后来去体验这些东西，然后会一直在更多的创造。对，然后体验完以后就回去啦，这个体验完的这些东西就完成了。那源头就会在物质界的维度里面收集到这些这些 data， 它就能理解原来爱不到、分离这些东西痛楚，或者这些东西痛苦到这些什么，它就更完整了他自己。他其实是想要透过这些一切的体验更完整他自己。对，但是说实在，他只是跑出了一颗心，就是说，那如果我如此之丰盛，那是不是我想要什么都有？那比较难体验到的东西呢？比如说像负面的东西或者是说疼痛，或者是说分离，这东西我体验不到，因为我要什么都有什么。他就发现，原来在这个维度是可以体验到这件事。这个第三维度既然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所以他就透过这些东西创造这些灵魂，然后去降低他们的光能，降低他们的光芒，然后才能进入到这个维度去体验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要选择来到地球这个地球的游乐场的灵魂都超级无敌勇敢，因为其实地球是应该可以算在所有星球里面来讲最难的关卡之一，算很难的一个副本。对，这副本不好下，所以我们要组队啊。我们可以自己打副本，就像你在玩 online game，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通关，但你也可以组队打 boss 一样。对，你都可以有选择。没错，所以丰盛是一种状态，对，不是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就是找回那一个状态，然后原本去主忆起自己是谁。那你想怎么去体验这个世界啊，或者说你想怎么玩这个游戏，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简单在小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一直处在丰盛的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感恩。我看见我已经拥有的，而不是看见我没有的。所以当我看见原来我拥有这么多，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很丰盛的世界里面。其实我坦白说，我们上次去了厦门一趟回来，然后我看到厦门的物价，还有包含很多的，就台湾物价真的非常高，包含看到像不然大陆的车子啊，还有比如说他们的房子啊，那个价格，然后我突然觉得天哪，我这1-2年我们可以在台湾生活还蛮好，代表我们很丰盛嘞。因为就是台湾物价这么高，什么东西都贵好几倍，可是我们还可以生活这么好。然后如果你要去尼泊尔看，我也去过尼泊尔，你看到尼泊尔的一个小朋友为了一个糖果，他可以开心一整天，你就会知道天啊，我们有多么的丰盛。然后就是他们小朋友很多东西没有饭，然后就是你在里面吃饭，他会在外面就是想要乞讨，所以我们有能力我就打包一些给他们，或是我就带了我们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可能不想要的衣服，对他们来讲很珍贵，然后我就带了衣服去给他们，所以你会去看到从生命中刻意去发现美好的事物，你开始去留意那些美好，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身处在非常丰盛的世界里面。对，那当然在对尼泊尔人里面，有的人也觉得他们很丰盛，在他们世界里面就这样，所以你要怎么讲那个丰盛感觉，你永远比较不完，而那丰盛感觉只有你自己内在有没有去圆满它。当你内在去圆满，你感觉到你无时无刻都是丰盛，你会充满无限的感恩跟感激，那在生活的每一处就会越来越丰盛，因为你就在那个频率当中。可是如果一直觉得我还没有，我不够，你就会一直去连接那个我不够的程式，然后去显化那个没有。对，所以你要去就是看见你自己到底有多丰盛，然后聚焦在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上面。对，那我们再额外提一个，就是宇宙不会分，我们常常讲宇宙不会分要跟不要嘛，就像你在虾皮买东西，或者是你在 PC Home， 或者是不管任何的比如酷澎平台，那你上面购物车里你要搜寻东西，你打我不要，比如说我不要尿布，我告诉你跑出来全都是尿布，因为它的指令就是尿布，所以宇宙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要什么，你把它去换成你要什么，那你常常你说我不要的东西，其实在购物车上面搜寻都搜就是一样。所以宇宙是听你的这个东西在搜寻，而且它是听你的那个内在频率在搜寻你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聚焦在这个，然后去感恩每一个当下你所处的美好世界。对，那你自己就可以很丰盛。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之前空心那边也讲过，如果当你看到你自己很丰盛，是朵花，你就会看到你周围的环境
境都是丰盛。我们之前影片有讲过4朵花，你就看到都是丰盛的世界在你的身边，对，你就可以知道宇宙到底怎么运行的。好，应该都回答完了嘛，对不对？对。好，那相信呢，我觉得透过这个家人的问题啊，大家对于丰盛啊，或者是说这个世界运作的这个原理，多多少少就是有一些更近的一个认识，这样子。好，那你们也可以就是去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有可能因为你的小动作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布施，增加自己这个善的种子、善的循环啊，帮助自己的这个福报跟显化能够更快速这样子。然后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持续在留言哦。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也很愿意就是透过影片的方式来回答大家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大家留言一个我很丰盛，我活在丰盛的生命当中。大家留言，那你就会开始专注在那个丰盛，就开始打下字。当你在打字跟留言的当下，你的意图就专注在这里，就是打我很丰盛，我已经活在丰盛的生命当中。而且这也是一种跟宇宙的宣告。对，这就是一个宣告了。帮我们留言这个哦。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跟留言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拜拜。哇，还是完全可以通灵，而且还自称自己是有高维的修行、高维的修为。我们先回答一下，其实通灵本身跟它高不高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有一些人的累生累世的记忆里面，或者是祖先的 DNA， 就是他或者在前世可能他有从事过相关的，比如说可能萨满啊、祭师啊，或者是他就是有一些修行或是有灵通力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与生俱来，他可能就会有这个通灵的能力。对，那有一些人是后天训练开